到了山路佛车站，就是说山路佛就告一个段落，而现在是另外一个景点的开始。刚买了去马甸的车票，现在在等3点半的车。好了，我的车在我的身后，现在上车了。山里乌佛到马甸之间是190公里，190公里的直路。公路还蛮好跑的，就是没有什么大弯大转的，而且外面的天空真的是非常漂亮，蓝色的天空，白色的云，还有绿色的草。这跟其他中东地区的风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就是从约旦走上来，你看，就是全部都是黄土的。在这里你看到，哇，这里的草地都是绿油油的。没过多久，巴士驶进了马甸。我总觉得马甸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就是第一眼的关系吧。看攻略，说是马甸是一个古城，不过看来看去都是很多那种高楼大厦的屋子，觉得怪怪。到了一处，然后我就被巴士司机给赶下车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叫我下车。这时有一个土耳其的小兄弟，他就站出来，还蛮友善的，他就帮我截了另外一辆公共巴士，然后我们一起进了旧城。我们跟小兄弟分手之后，我就进入了那个古城里面寻找我的所订购的民宿。马丁是处于一个山上的，所以呢就天气还蛮冷的。走起路来还得防雪，还有那个冰。找了1个半钟头，终于给我找到了我的宿舍。带你看看 room tour， 就是从这里门进来就是客厅，还蛮不错的，就是还有那种中东情调。然后一进门就有这个柴火在烧，然后这是我的床，还有一个小沙发。整个屋子看起来是蛮传统的，就是好像那种住在洞里面是的。不过最令我不放心的是这个火炉，我是怕晚上睡觉了一氧化碳中毒。哇，几经波折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这家旅社。对现在他准备了一个晚餐给我，必须要付钱的。这就是他煮的晚餐。The next morning， 这就是民宿的外观。昨晚就是太黑了，拍不到。带你看看这个民宿的情况。从这个门进来，下来到这个梯，然后会看到一个庭院，里面就是还蛮乱的这里，因为听说他们在装修。这就是主人的家，客人就住在下面。从门口一进来，就看到这个小客厅，还蛮不错的，还蛮有中东的风味。然后这是我的睡房，看看它的门，有一个火炉在这里。这是我昨晚睡的地方，一个沙发，然后一些还蛮凌乱的，就是好像有那种洞穴的感觉吧。这是一个好陈旧的门口，从房门出来直接进了一个长廊，这里还有2张床，不过现在暂时还没有人住。就出来，这里有一些有的没的，这就是厕所了。好了，今天到处逛逛吧。我宿舍在这里，制高点就是这座城堡，据说是军事基地，所以不可以看，不可以进。那我就看看我能上多高吧。
昨天我就是在这里兜一个圈子，兜来兜去，都兜不到那个民宿的地址，冰都没化掉。据说昨天降到-0度，看看能爬得多高吧。远看那里是美索波提亚平原，上面是个军事堡垒，就不能上了。我已经上到游客可以看到最高的地方了，在这最制高点就是能看到马丁的小城，还有就是 Mesopotamia Highland。 哇，这里的就是来穿梭这些石头墙、石头阵。据说这里是土耳其最漂亮的古镇之一。这城市因为处于蛮高的地势，所以气温还很低，地上的雪或者是冰还不化，所以走路要非常小心，不然会滑倒。其实在古代，这些平坦的屋顶其实是供人行走的。我在伊朗看过，就是他们就是那些畜牧啊，那些人啊，就是走在这些平的屋顶。在这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小惊喜，像这只猫。这些穆斯林国家最不缺的就是猫咪，好多猫咪啊！这里整个土耳其也是。如果你是喜欢颓废一点的东西，这里应该是很适合你。真像我以前每次都在校外唱国歌的，就是每次都迟到。然后就是马甸的主干道，设施应该是比后巷的还来得美，就是更多车辆啊、商店之类的。进到了市集的范围了。就是卖的东西还蛮传统的。这些石头的屋顶好有感觉哦。这回教堂的塔蛮有画面的。弯弯曲曲的市集。很多店都关门营业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生意不好吧。